大家好，欢迎收看《行武不离》。如果一座城市被称为沉默之城，你能想到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吗？是僵尸电影里的城市场景，还是曾经辉煌又突然破产萧条的城市呢？其实这座沉默的城市市区面积仅有7平方公里，呈现出一片郁郁葱葱的田园风光。但这座城里77%的土地是被尸体占据的，活着的居民仅有1700多人，可墓地的数量竟达到了200万个，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死亡之城。这座小城名为科尔玛，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以南，承载了旧金山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亡灵。科尔玛小城从未发生过战争，早在1900年的时候，大约有300人住在这里。直到1924年，科尔玛小城才算正式建立。由于临近旧金山，科尔玛的发展轨迹可以说是紧随着旧金山的灾难。1848年，墨西哥割让加州给美国之后，淘金热将数十万人吸引到了旧金山，同时也带来了高死亡率的疾病。旧金山开始修建大量的墓地。1900年，旧金山又爆发了大规模的瘟疫，政府下令市区范围内禁止出售新的墓地。出于宗教原因，火葬在当时并不常见，因此尸体堆积如山。当瘟疫得到控制，一切向好的时候，1906年旧金山又爆发了大地震，城市被夷为平地，震后的大火将全城烧为灰烬。12年后，正当旧金山开始重新复苏时，全球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又袭击了这里。事实上，旧金山遭受的4次灾难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死亡，这一切为小城科尔玛成为加州最具代表性的死亡城市奠定了坚实的实体基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即使死亡一直跟踪着旧金山，但人们仍然会搬来这里购买土地建造房屋。尽管自1900年以来没有新的尸体被埋葬，但到那时旧金山已经拥有了超过15万个坟墓。由于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的限制，市区已经几乎没有土地供给活人使用了。1912年，旧金山流传着一种传言，说市区的墓地是传染病的根源。很难证明这不是房地产开发商的策划，因为此时旧金山的土地价值已呈现出水涨船高的事态。1914年，旧金山政府正式下令迁坟，几十万座坟墓和墓碑被小城科尔玛继承。对于那些没有支付10美元迁坟费的坟墓，则会被重新葬于乱葬坑，而相应的无人认领的大量墓碑则被重新打磨，用于各类工程建筑。大规模的迁坟后，旧金山只剩下4块墓地。到1924年，科尔玛居民仍然不到1000人，但几乎所有居民都在殡葬行业工作。二战以后，旧金山的人口再次膨胀，带来了房地产行业的巨大繁荣，而小城科尔玛则始终沉默地发展着。如今全城已经拥有17块大规模的墓地公园，有犹太墓园、天主教墓园、希腊墓园、意大利墓园和华人墓园等等等等，总共超过200万亡灵在此安家落户，甚至还有宠物墓园。科尔玛这一派繁荣但令人毛骨悚然的产业，曾经也让当地的居民并不快乐。一些居民表示会被那些从旧金山搬来的鬼魂所困扰，传言有人在夜晚的街道上看到了鬼魂，或者有神秘的人会瞬间在空气中消失。居民家中门会砰的一声自己关上，晚上客厅里会有幽灵般的脚步声，电动工具没有触碰会自己开动。生活在墓地中央，他们似乎总会出现幻觉。不过如今的科尔玛居民会非常尊敬墓园，他们称墓园为公园，并真的将其当作公园来使用。开车或骑行或漫步在田园般的墓地中，与其将科尔玛称为死亡之城，还真不如沉默之城更有深意。科尔玛的居民大都很有幽默感，小城有一句名言座右铭，那就是在科尔玛活着是伟大的。也许这真的是一块风水宝地，你觉着呢？来次旅行长一点姿势，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我们形影不离。